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所在的日本语言学校就开始放暑假了，大概是2周的时间。在放假之前，日本人老是问，暑假期间大家都会做什么呢？班级里几乎不约而同的回答打工兼职。我所在的日语班级一共是有17个人，一个斯里兰卡人，2个中国人，2个越南人，6个缅甸人，还有6个尼泊尔人。除了我们2个中国人之外，其他的人目前都在兼职打工。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，日本的移民政策真的是太成功了。上期的视频里面，我和大家分享了我是用什么签证来到日本的。我的一个基本计划就是先通过留学签证来到日本，毕业了之后在日本注册公司，转换成经营管理签证。来到日本的语言学校之后，我发现学校里80%的人都是越南、缅甸和尼泊尔这3个国家的学生，尤其是以尼泊尔人最多，大概占到留学生50%左右的比例。其余比较多的就是缅甸和越南人，占30%左右。中国人基本上每个班级只有1-2个，10%左右的比例。从年龄层上面来看，占人数比例80%左右的亚洲学生，大家基本上都是在20岁左右的年龄。最年轻的是我之前班级的尼泊尔男生，还不到20岁，在日本还没有到能够合法喝酒的年龄。其他人的年龄普遍是在20到25岁之间，基本上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小姑娘。例外的是中国人，人虽然不多，但是年龄层的跨度很大。最年轻的是刚高中毕业的学生，准备来日本读语言学校，然后考大学。还有就是像我30岁左右的，准备找工作的，也有50-60岁的，纯粹是为了来日本体验生活。从留学的目的上来看，非中国的亚洲学生的话，留学的目的要么就是毕业后读专门学校找工作，要么就是毕业后直接找工作。所以他们来留学基本上就是奔着之后在日本工作来的。其次是中国人和学校仅有的4-5个的欧洲人，留学的目的就比较多样化了，像留学、学习日语、工作、旅居，还有就是纯粹的喜欢日语才来的。单从日本语言学校招生的人口年龄，还有留学的目的上来看，日本的留学移民政策是相当成功的，因为它非常精准地吸引了大量的外国年轻劳动力来到日本。我们不用去查日本官方的外国人就业数据，单从我实际看到的情况是，无论是去餐厅吃饭、便利店买东西，是经常能够看到外国人店员的。这还是能一眼看出来肤色差异的外国人，像东南亚和中国这些和日本人肤色没有差异的工作人员，肯定也是不在少数的。在我看来，日本之所以能够吸引大量的年轻外国移民，最关键的就是移民的门槛很低。那我们来看一看想要来日本工作的移民的条件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如果不在日本的话，直接在日本国外去找工作是非常困难的。其实最大的难关就是日语，不会日语的话，几乎不可能在日本找到工作。其次的话，日本企业为什么要雇佣一个不在日本的人呢？那如果你是老板，你愿意雇佣一个你还没有见过面，连本国语言都不会的人呢？但是有一个例外，就是日本的技能实习签证，没有什么语言要求，但是实习签证就有很多的限制，比如说有工作的限制，期满后不能续签，只能够回国，也不能够随意的转换职业，也不能够携带家属，更没有办法去申请日本的永住等等。其实这个签证就是妥妥的日本民工，日本目前也已经计划废除这个签证了。那么目前来看的话，想来日本工作移民的话，90%的人都是需要通过日本的语言学校进行2年的日语学习。语言学校毕业了之后有2条路可以走。如果本身学历在大专以上，那么可以直接在日本找工作，找个工作就能留下来。不过这条路还是比较困难的，因为目前日本紧缺的劳动岗位都是需要一定的技能的工作，比如说护理、司机、技术工人。所以说比较稳妥的方法是在语言学校毕业了之后，再读一个专门学校，学习一门技能。根据统计，日本专门学校的就业率是99%以上，只要说你愿意，基本上都能够找到工作。另外有2点是需要特别注意的。
第一点是，如果是大专以下的学历，语言学校毕业之后是没有办法直接找工作的，必须要读专门学校。第二点是，专门学校毕业了之后找的工作必须是学习的那个专业。那如果说没有技能，只是想坐办公室喝喝茶打打字，找这里工作的话，一般日本企业也更愿意去雇佣本国人。当然也有例外。那如果说你是自己领域金字塔尖的人物，那么就可以申请日本的高度人才签证。比如说你有什么发明专利什么的，就可以申请这个签证。不过我觉得，既然是金字塔尖的人，不管在哪个国家应该都能过得挺好的吧。所以说其实日本的移民政策欢迎的是两类人。第一类是年轻的劳动力，能够来日本补充自己国家劳动力的短缺。第二类就是特别牛的人，能为日本的科研文化方面做出贡献的。而对于日本最无所谓的，其实就是中产阶层的上班族，来日本提供不了技能，也不愿意做体力活，而且中产的收入也贡献不了多少税收。那么当然也有一个例外，那就是能够开公司的人可以来日本开公司，要么雇佣日本人为日本创造就业，要么在日本生活贡献消费和税收。所以说才有了经营管理签证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持有经营管理签证的人每年必须在日本停留半年以上，否则是很难续签的。日本在移民政策这方面是非常聪明和务实的。日本不像美国，美国它本来就是移民国家，那日本也不像欧洲，欧洲大陆自古就是相互斗争、相互融合的。日本在地图上就是一个孤立的岛国，它的民族和文化相对单一，价值观也比较统一，也没有接受移民、融合移民的一个传统和历史。所以说日本的移民政策就是根据本国的人口现实所制定的，没有欧洲和美国那些移民的政治包袱。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日本移民政策的每一条都是针对国内人口现实制定的。那么如果说你想要移民来日本的话，需要考虑的是，我来日本，我能为这个国家提供什么他们紧缺的东西？是劳动力，是技能，还是税收消费？只有说迎合移民的政策，才能够制定出适合自己的移民的一个策略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，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。那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也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，点开小铃铛，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